欢迎来到截拳武馆的频道。本频道主要在提供 JKD 李小龙截拳道的教学课程以及训练方式。喜欢本频道的话，记得订阅，按下小铃铛，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本影片将针对我们的手法、身法、步法来进行一个整合练习说明。那让我们来看看怎么做吧。我相信有在看本频道的朋友，应该注意到我们红绿级的课程已经完结了，而我们下一个阶段紫绿级的课程将会在本频道的订阅人数到达200人之后开始进行规划拍摄。本集要跟大家讲到的一个重点，就是在红绿级学习到的课程，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练习以及进行一个整合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之前在这个步法的部分好，我们的手法的部分，或者是我们的身法的部分，它有几个重点。那大家必须要去注意到的就是，当你今天在练习你的步法，或者是你的身法，也就是你的1到7个基本攻防姿势，以及这个摊绑手封挡，然后包含基础打击这一些的时候，其实不管是高低交换拍，不管是今天你的滑步、垫步、跳步，你的基础步法，又或者是你的身形必须维持在一个所谓的3度角面低姿势，这些动作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。我们要从这些动作的不断的重复当中，你要去发现到，原来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对这个动作是会产生直接影响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将跟大家示范几个基本你在练习这些动作的时候，它彼此产生的一个效应。我们今天先针对我们当中的攻防姿势3跟4来跟大家分享，你如何去整合一些基本动作。那像我们今天在面对敌人的时候，我们会用3度角的方式去面对敌人，并且摆出我们的攻防姿势3。那我们的攻防姿势其实基本上，当你在使用的时候，我们的重心都是在单一脚上，前脚是一个无重心的状态。那我们在靠近敌人的时候进行一个攻击靠近的时候，这就是4嘛。所以我们的4在练习的时候，原则上你在练习的时候，它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练习。可是当我们今天在使用的时候，其实它可以配合移动重心的方式去靠近对手。在我们的教学课程当中，有个摊绑手练习的时候，其实你就会看到，当你在基本攻防姿势3的时候，你在做4的时候，它就是一个摊绑手之间的变化。这个摊绑手它可以变成是一种攻击，也就是我们从这个位置进行这样的一个攻击方式。你也可以变成是当对手打过来的时候，你进行一个摊手的方式防御，也就是当我今天在面对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我可以直接出拳，我也可以在对手打过来的时候直接拨开，也就是一个摊手的方式。可是几个 detail 大家一定要注意，不要去做画弧的动作，就包含今天如果你是一个攻击的角度，我今天画弧的去打，这个动作跟路线是很不直接的，你必须要去习惯你的手部动作是直线上去的。在我们有一堂课叫做所谓的基础打击练习，为什么我们先教直拳？就是要让你先去习惯这个直拳的应用方式。你利用你的重心转移，从后脚到前脚，而不需要说我今天重心如果是在中间，我必须要进行一个跨步的动作，而是单纯的从这个位置的3变成4，然后将你的手打击上去。这个动作呢，其实还可以攻防合一，也就是对手如果朝你一拳打过来的时候，你可以直接从这个位置上去，并且打击将他的手给架开。所以当我们今天在使用任何攻防姿势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把每一个动作跟每一个动作的连接性，你必须要能够先了解起来。所以当我从3到4的时候，我的后脚的这个转动，包含我这个重心的转移，就像我们的高低交换拍，后脚的推动前手的架手、绑手，诸如此类的动作，它就是要让你去习惯每一个动作跟动作之间，你如何转移重心，如何流畅的去控制身体，这个才是这些动作它最想要表达的一个重点。所以在练习这些动作的时候呢，我强烈建议大家一个点，就是当你在做一堂课程动作的时候，你不要只把它当作是独立的，而是你今天每一次在练习的时候，好，假设我从一个最基本的1、2，然后接下来进入3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我的身体的重心，接下来我的4的时候，我怎么样去移动我的重心达到这个动作，而我5的动作接下来的时候，我怎么样配合出腿的动作。所以每一个动作的转起、落下、移动，这个都会让你去练习到你的步伐、你的高低交换拍、你的腰马合一跟腰马分离。日后你在做任何动作，这一些动作都会卡在这些基本功之上，它不会是一个单独的动作。所以包含你练的步伐、你练的身法或是什么，它都会去影响到你的一个结果。其实你在做的任何动作，你都离不开你脚步的移动，你都离不开你身体姿势的转向，
重心的转移。就像你如果今天距离重心没有抓好，你的手就只有手的力量而已，它就是一个很单纯的手部的出拳动作。可是今天如果你懂得重心转移，你就可以打得出比较重的力道，甚至是比较快的速度。我们每一个细节包含一个重心的转移。我的重心没有转移的时候，我可能是移过来出拳。那我今天如果是移动式出拳，这又是不一样的感觉。我今天在配合的时候，我有配合身体下潜，跟我没有配合身体下潜，这就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。也就像我们的踢腿，你在原地这样子踢腿，跟你的腿是从后面踢上来，跟你在踢的时候你是移动你的步伐重心出腿，这个感觉都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你说步伐有没有用，身法有没有用？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有用，也可能都没有用，因为选择怎么使用的是在你，而不是在这个动作的本身。所以大家不要忽略掉这个练习的重点，你才能够让你的基本功更进一步的发展。在这边将跟大家分享几个我们如何去练习我们这些技巧的一个方式。首先第一个就是呢，你必须要先把红绿级的课程看完，这是最基本的。然后请你在这个步伐、高低交换拍，还有这个1到7个基本攻防姿势，还有所谓的基础封挡这几个动作上面，请你务必要看清楚、看透彻，都从基本攻防姿势开始练习。也就是当你要去整合这些动作的时候，你必须要先将你每一个步伐、身体的转移的同拍性，你都要首先做得很好。其实大家可以从画面上看到，如果今天我们在面对一个对手，我们如果今天在做一个攻防姿势，我是这样，就僵硬不流畅。然后再来就是，你如果是这样，你很可能会在对战这个敌人的时候，你会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就是你的步伐是这样子的方式在移动。因为你的重心还不习惯完全的控制在单脚，以及你还没有把高低交换拍、腰马合一跟腰马分离这些东西完全的融合在一起。那坦白讲，其实你在道馆进行这样的课程，就算你在第一次的考试通过，你也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掌握这些技巧，因为这些技巧需要时间去累积，你需要去适应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加速这个过程？我们今天以一个沙包，或是你家里面没有沙包，你以任何一个物体，或是叫你妈妈站在那边都可以，反正你有个目标可以正对它，放一根扫把都 OK。你必须要开始习惯你的重心是控制在单一脚上，先去习惯控制身体的前后转移重心，每一次都是很干净的移动，干净的移动。你可以摆3这样子移动，抬起你的后脚。移动到后面，抬起你的前脚，确认你的重心都是始终保持在单一脚上。再来一个很大的重点，就是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个物体进行移动。以前我有个课程讲过，你不要一直停留在所谓的前进后退、左边右边。可是实际上，大部分人只有维持前进后退，可是还是一个重点，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基础开始，所以你一开始只有前进后退、左边右边是正常的。你要开始习惯是，当我重心在后面，我怎么往左走？这是重点哦，也就是当我今天面对一个敌人的时候，我怎么往左走？有很多方法，一个方法是什么？我的前脚直接往旁边，然后移动过来。我也可以先移动我的后脚，这个就要做一个高低交换拍移重的方法，把身体移动过来。我也可以用踢步的方式往这边先垫一小步，这样子把身体推过来。但是我要强调，这个都是方法，而且这一些很多并不是一开始我们练习的方法，可是你可以知道这些方法。最后你要做的是灵活的去应用，也就是我什么时候该用滑步，我什么时候该用垫步，我什么时候该用跳步。其实你看我前脚的错步踢法，其实就是一个跳步的概念，它利用一个动作去做一个推动，把你的身体推向另外一边。它也可以把你的身体从后面很快速的往前进，可是你都要知道，这个动作就是多了一步。我的身体原来正常的往前进，我是直接这样子往前进，重心移到我的前方。可是如果今天我要突然前进，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方式把身体弹出去，它会多一步。多不是不好，我们今天要强调的是你要做什么动作，达到什么样动作的结果。所以你在练习所有的步伐的时候，你要开始知道我为什么会用碎步去接近敌人，
我用前旋配合出腿的用意是什么？我今天如果是跳步，我怎么样结合我手部的动作？也就是代表你要去习惯你在3跟4的姿势之下去应用你所有的步伐类型。所以要告诉大家的练习方式就是利用3跟4的基本攻防姿势去结合你的腿法，并且把你的手法融进去，也就是摊手、绑手。然后包含你在练的直拳动作，这些都是可以去整合。我怎么样利用前旋步移动，怎么样前进，怎么样后退？后退就是往后的倒带练习。当你去进行这样的练习跟尝试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你会开始慢慢的熟悉这一些技术，你才会知道，原来我这个动作是这样做，为什么会做起来很奇怪？我要怎么样让它不奇怪？这个就是一步的去认识你的动作，进而的你才能熟悉它，才能使用它。千万不要想要一步登天，你不会想说我先练个攻防姿势3，我马上就可以砰砰这样子进行连击。其实不是，这些都是经过练习跟概念。哪怕一个动作都是我进来到什么位置，我的手先从哪里接触，我的后手怎么打，我的手肘怎么上，这一些能够打到这么顺，是因为我已经习惯了这些动作。所以前提是你的习惯是否正确。我们都有很多坏习惯，都有很多不对的习惯，所以你要怎么样先在这个过程当中先熟悉它、了解它，让它变成是一个正确的习惯，你才能够在这种状态下很自由的去应用。这个就是练习的核心。那今天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。